有对比才有伤害，我是对细节斤斤计较的三金哥。谢邀，我是三金哥，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特斯拉 Model Y 想要凭实力割韭菜，那么首先它要有比较大的降价空间，换句话来说，就是它成本要足够的低。而我就来为大家讲讲 Model Y 是如何在电子电器方面实现降本的。从 Model 3开始，特斯拉的电子电器架构就为降本做了许多努力，并且也将其努力的结果延续到了 Model Y 上，通过零部件共用来进一步控制 Model Y 的成本。先来说第一点，特斯拉 Model Y 中除了非得保留的几个开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实体开关。即使是手动雨刮调节、雾灯开关、手动开启大灯、后视镜调节，也得在大屏上操作。而方向盘调节和巡航开关则是集成到了2个滚轮之中。那么这一系列的操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减线束长度之外，其本身的物料成本也可以大幅度降低。那么根据我的估算 ，Model Y 在这方面就可以节省200块钱左右的成本。而除了实体开关，在其他零件方面，特斯拉 Model Y 也是能省则省。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延续了 Model 3取消仪表的设计，由中控大屏的左侧显示驾驶的相关信息。那么参考同级别 ABB SUV， 还有特斯拉自己的 Model X 的配置，如果 Model Y 要配仪表，那么大概率会要是一个12.3寸的全液晶仪表。那么这样一块仪表，如果包含控制器在内，其成本大概在1000块钱出头。如果不含控制器，仅仅是一个屏幕，那么成本最起码也得600块。那么当然了，如果仅仅是取消开关跟部分零部件，还不足以将线束长度缩短这么多。特斯拉 Model Y 上以位置区分的预控制器也为此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就是我说的第2点。以往呢，汽车上的控制器都是按照功能来区分。那么比如说像电动汽车，它就会有电机控制器、电池控制器、空调控制器、充电控制器等等。那么后来随着汽车芯片算力的提升，部分车企开始将功能相似的部分控制器合并为按功能区分的预控制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成本。而特斯拉 Model 3跟 Model Y 则打破常规，以位置划分出了左、前、右车身预控制器以及中央计算单元。比如雨刮跟电源管理模块就分配给了前面的前车身预控制器，而左侧车门跟车窗就分给了左车身预控制器，右后视镜、右车窗、右门就分给右车身预控制器，以此类推。而中央计算单元则是集成了智能驾驶辅助、信息娱乐这几大功能。这样一来，除了动力系统跟底盘系统之外，原先的10几个控制器就缩到了这几个预控制器上面。那么虽然单个预控制器的成本相较于原先的控制器会有一定的上升，但是总体上的物料成本还是会下降许多。那么这部分节省的物料成本差不多相当于一部最新的智能手机。除此之外，零件和线束大幅度减少之后，工人组装的工时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对于生产的效率会有很大的提升，从而最终降低人工成本。而具体到控制器内部，特斯拉 Model Y 其实也是采用了许多非常大胆且巧妙的设计。那么以中央计算单元为例，特斯拉 Model Y 的中央计算单元一共有2块 PCB 板，其中一块负责智能驾驶，另一块负责信息娱乐。那么先说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自动驾驶这块 PCB 板。从 HW 3.0 开始，特斯拉采用了其自研的自动驾驶芯片，这一块芯片的算力就有72 TOPS， 并且还有一块完全相同的芯片作为全量备份。那么根据相关机构预测，特斯拉这2块芯片的总成本只要190美元，而 HW 2.5 时代的3块英伟达的芯片成本就要去到280美元。那么在信息娱乐这块 PCB 上 ，Model Y 并没有采用大部分车企会选择的 ARM 架构芯片，而是选择了 X86 架构的英特尔 Atom A3950作为其主芯片，可以说是算价比极高。那么为什么别的车企不采用 X86 架构的芯片呢？主要还是因为 X86 架构的生态不够好，英特尔推广了10多年，也一直没有特别大的成果。不过这些对于特斯拉来说都不是问题，只要性能足够强就可以，生态好不好没关系，我自己找人来开发上层应用。这也是特斯拉车机应用明显少于国产品牌的一个原因。那么作为补偿，
在特斯拉这么大的采购量面前，我相信英特尔会给出一个极为公道的价格作为回报，这一点你懂的。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在特斯拉大胆创新的努力下，Model Y 在电子电器方面，相比于其他同级别车型，可能可以节省1万元左右的成本，而体现在售价上，可能就是2、3万。这也是特斯拉可以凭实力割韭菜的底气所在。